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看到桌子上这么多机器，想必大家应该猜到什么视频了。这个岁末年关，我们的年度大盘点终于是来临了。其实，在上半年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给大家做过一期主观推荐的小视频，但是这次呢是2018年整个年度的所有机器，我们过手测评过的啊。马上就2019了，先给大家说一句新年快乐。过新年，很多小伙伴都想买台新手机，是吧？到年底啊，这个手机的销量也是一点不低。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划分非常详细的价位段，在各个区间我们盘点一下2018，聊聊我们在各个价位段推荐的手机。在开始之前呢，也先说一句，就像我们的 slogan 一样，不客观真体验。本期视频在各价位段的推荐机型呢，都是根据我们一年之中对他们各项数据的这个测试，还有就是在一年之中我们对他们的实际的使用体验考量而得来的。其实之前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呢，也做过数次的这个投票调查，但是呢每一次差别都是比较大的。这个跟这个品牌当前的这个风评怎么样，有没有当时热销的机器，还有就是这个也不乏很多小伙伴无机云测评啊，这个影响的因素有点大，所以说不客观真体验。哎。喂，先生，您需要那种服务吗？我们这里是小白有品啊，手上车。2018年至2019年，小白有品商城双旦聚会，12月25日圣诞节开始，连续8天，无论金额，所有订单每天随机赠送10个88元现金红包。手机、电脑订单每天3个 Beats 耳机直接放到你的包裹里，每天交易额最高送666元现金红包，8天内最高订单加送小米 Play 手机1台，全场优惠券无限量派送，赶紧扫码小白有品小程序，连续8天阳光普照，再不中奖那就真别怪我们了。小白有品只为价值买单。真便宜，真的假的？假的吧？咱们一开始就到1000到1500元价位段，1000元往下的机器今年出的是非常少，红米和魅蓝基本上都停了，而且有的机型也质感都非常差，我们就实在没法推荐了。在1000到1500中，我们首推的是魅族15，这个只做了4个月的小试牛刀旗舰，经过16的打压，目前4+64的版本已经到了1500元以内。在这个价位段之中，做工精致，手感出色，震感极佳，线性马达确实非常不错。当然，660的 SOC 对付现在的主流游戏已经有些吃力了，但是中等画质还是可以一战。续航方面是一个相对遗憾的地方，小白测评3小时综合续航剩余54%，在我们的数据库中排名中下。当然，如果你不喜欢魅族的话，米8青春版4+64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玻璃背板和渐变色的设计看起来非常前卫，虽然也是骁龙660，但是在这个价位段中跑分是最高的，1399的价格，综合表现值得考虑。如果你觉得4G 内存不够用，加个200上6G 也是可以。下一个价位段1600到2000，在这个价位段之中，坚果 Pro S 的6+128G 是第一推荐，骁龙710的加持和手感不错的线性马达，以及老罗打磨的 Smartisan OS 这个大爆炸、闪电胶囊等等特色功能，在这个价位段中很有竞争力。在我们今年所有骁龙710手机的横屏之中 ，Pro S 也是综合体验最好的一台。当然了，最大的问题目前好像是有点不太好买啊。这个价位段中第二推荐大厂 vivo 的6+64 Z3 了，全屏的设计让这款手机的正脸看起来还是挺出众的，22.5瓦的闪充配合1798的价格，在这个价位段确实没有第二了。虽然是大厂手机，但是依然有710的加持，对于目前主流的游戏也是没什么压力。710处理器破解60帧的刺激战场，也可以稳定在30帧以上。不过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塑料大贝壳了，毕竟不是玻璃，质感上要和 Pro S 还是差了一些。下一个价位段2001到2500，64G 实在不够用，对质感有更高的要求。在这个价位段之中，6+128G 的魅族16X 可以考虑一下，同样是710的加持，但是全金属的机身质感上要好了不少。相比128G 的 vivo Z3 16X 还便宜了100块钱，而且还附带了屏下指纹。当然，这款手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系统层面不够稳定啊。魅族折戟的这几年里人才流失还是有些严重啊，但是也没什么特别恶性的 bug，主要还是一些比如拍照上没有自动横屏、打开相机的速度比较慢等这个体验上的问题。当然，老张是把16X 作为主力机使用过一段时间的实际用户啊，最有发言权。让我们简单听一下他的描述。大家好，我是老张。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下魅族16X，我给大家讲。OK， 感谢老张的发言。不过710的性能如果满足不了你，在这个价位段之中已经有845的机器了，2499元的米八稍微做个活动就2200左右了。米八各方面的槽点我就实在不说了，但是抵不住它是最便宜的骁龙845啊。从各个角度来看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同时体验上 MIUI 也没有什么硬伤，总体来说是一个除了外观 ID 之外的水桶机了。当然最便宜的骁龙845，很多小伙伴要说这个印度版的小米八这个 Pocophone F1 了，官方折合人民币2000元的售价，845机器确实性价比无敌了。如果你要是有渠道能买到啊，那还是可以买一下的。2600到3000元价位段到了这儿，各家都非常有特色，而且开始百家争鸣了。比如坚果 R1 的8+128G 是我们的第一推荐，R1 的设计和做工还是非常出色的，尤其是白色的 R1 可以说是白色手机里边颜值最高的一批了。同时系统速度方面表现也并不差，小白测评的20款应用2轮打开时间耗时116秒，在我们的数据库中排名第12，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当然 R1 在现在可能越来越难买啊。我们的小伙伴怡宝是一个锤粉，作为白水 R1 的首批用户，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实际使用感受。大家好，作为一名资深的锤粉，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使用 R1 半年的一个感受。作为一款锤子科技最顶尖的一款产品，不过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锤子能够一如既往。我是锤子科技不知道第多少号锤粉。此价位段中的另一款推荐，魅族 16P 6+128G， 魅族这一次出镜率还是挺高的。2018作为魅族翻身的一年， 16P 作为最强旗舰，确实还是可圈可点的啊。有很多小伙伴把它誉为2018最强真香机，无论是屏下指纹还是骁龙845，在这个价位段都赢在了性价比。毕竟在这个区间，屏下指纹好像只有 16P 有了。当然 16P 的缺点也是有的，比如说这个屏下指纹的速度确实慢了一点，屏幕374的 PPI 确实低了一点，3640毫安时的续航也是一个短板。在我们的3小时续航测试中剩余50%，数据库中排名基本垫底了。为了轻薄，这个妥协还是非常大的。3100到3500价位段到这儿真的是百家争鸣，各有特色了。红魔 Mars 8+128G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不是有点意外？作为一款游戏手机，2个肩键实打实的提升游戏体验，个性的外观设计以及出色的散热，还有不错的优化。你没有听错，努比亚的手机不错的系统优化。这个20款应用2轮打开时间110秒的成绩，为了数据库中第6，表现非常出色了。具体的内容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2018游戏手机的横屏，有非常详细的解读。在我们的日常使用中呢，这款845的机器也没有碰到什么问题，但是界面设计稍微有点少，还有就是游戏手机的固有短板，相机方面确实跟同价位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说到拍照 ，Mix 3作为小米目前最强的拍照手机，在这个价位段中是非常值得推荐的。除了没有屏下指纹，确实没有什么短板了。滑盖的质感也是这几款豪华产品中表现最好的。在 MIUI 的综合优化方面 ，Mix 3也是我们目前体验到的优化最强的小米手机。20款应用2轮打开时间120秒，排名第13。和其他一众小米手机相比，这个成绩可以说是质的提升了。当然，还有一款赶上年尾的荣耀 V20，作为2018年的最后一台旗舰机，也是最便宜的麒麟980，在我们之前的测试数据中表现都不错，4800万的后摄 ，ToF 3D 镜头，还有双屏 GPS。另外，它还是一款2000万前置的挖孔屏手机。就我们目前体验来看，性价比也颇高，算得上一款真香机了。3600到4900价位段到了这儿，基本上就要买各家的绝对旗舰了。比如说 vivo 的 Nex， 不过在这儿我们并不推荐 Nex 啊，首推的是1+6T 8+128G 的版本，作为最晚发布也是最没啥亮点的手机。1+6T 的实际使用中呢，还是非常清爽的，在系统体验上也是非常流畅。虽然这一次在20款应用上没能图榜，但是111秒的成绩也是顶级水平。当然，如果你舍得再加1000块钱，30瓦的闪充，还有10G 大运存的迈凯伦定制版，作为最便宜的豪车定制手机，这个配置其实也挺值得推荐的。30万你都嫌慢，50瓦的 OPPO R10了解一下，这个35分钟基本充满，这个速度没有第二家了。不仅充电快，续航也很出色，3小时续航测试综合剩余66%，数据库中排名第6，确实非常溜啊！这个 AG 的工艺加上渐变色加持，质感上也是非常出色。系统上 OPPO 除了改不掉的审美落后，其实实际使用中呢，我们也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毕竟从这往后都直追 Flyme 了，是吧？大家主要纠结的肯定就是这个骁龙710了，这个价位段还给我一个710的手机，我觉得买这款手机的用户其实也不太可能去玩这个 NBA 2K 啊、方舟之类的。其实主流游戏710还有 OPPO R17这款手机优化的还都很不错。在我们的小白品商城里，95新的8+128G R17只要3399，50瓦快充加上屏下指纹，确实没得挑了啊！我知道我们是2啊。在这个价段中，还有一款推荐手机，那就是 Mate 20了。麒麟980加上御832，另外它还是一款 LCD 屏幕的手机。下一个价位段就是5000到1万元了，跨度非常大，因为到了这儿，什么三星、华
华为、OPPO 你都可以随便买了，各家都没啥短板了，而且都极富特色。比如 OPPO 的 Find X， 还有最极致的游戏手机 LG。综合考虑之下，在这个阶段我们的第一推荐肯定还是 Mate 20 Pro。无论是麒麟980这次的大幅升级，还是自研的结构光以及 UD 版本的屏下指纹都是非常出众。系统方面，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20款应用的2轮打开时间107秒，这个成绩位列数据库第7名，也是第1梯队了。而且拍照是绝对的年度最强旗舰，比 P20 Pro 更强的性能，比其他手机更强的拍照。如果不是绿屏纹问题，说它是2018国产手机之光也不太为过。当然了，这台手机的详细解读，大家去我们频道里边翻看 Mate 20 Pro 的全面测评就可以了。在5000元往上呢，很多小伙伴都会选择 iPhone 了。我们之前 iPhone 推荐的很少啊，在这儿我们首推的是 iPhone X 和 iPhone 8P。如果你不在意屏占比，那就 iPhone 8P； 在意屏占比就是 iPhone X。iPhone X2 呢，综合考量之下，我们不太推荐。虽然说是最新的处理器，但是综合外观 ID 还有摄像头方面的考虑，我们更推荐 iPhone 10。而且在价格上呢 ，iPhone 10的性价比也是最高的。你以为到这就结束了吗？不然还有1万元以上价位段啊！在这儿我们首推的是 Mate 20 Pro 的保时捷定制版本，相比于 iPhone XS Max，它还是更富特色了一些。不过毕竟都上万了，大家就更可以为所欲为了。8848甚至微图手机都有的考虑啊。如果想把个性玩到家，定制版的 iPhone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你看这个定制版的8 Plus 4万2也不贵是吧？盘点总结到这里，各个价位段的机型我们算是全部覆盖了。当然了，还是要再次说明，以上的推荐考量之中，我们除了我们的实测数据，更多的是我们1年之中对这些手机的实际使用感受，不客观真体验，特别要强调一下。看了视频，如果你对某台机器特别感兴趣，想详细了解一下，都可以去我们小白测评的频道里边翻看之前对各个机型的全面测评视频，那个就非常详细啊，聊得非常细致。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盘点2018”，获取这张高清的推荐详细表格。有了这张表格，你基本上就可以做你身边人的推荐小助手了。而且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实时查看这些手机的所有详细数据。当然，下面的价位段之中，如果你有觉得更值得推荐的机型，也可以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推荐手机以及理由，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还是那句老生常谈，明确你的第一需求点，选择最合适你的手机，才用着最舒服。我们回顾整个2018年呢，可以说是国产手机自从崛起之后最有突破性的一年。无论是在外观、ID 设计方面，各种各样的新技术还有就是在相机方面还是处理器的调教方面，今年各家表现都非常不错，而且有很多家都富有特点，这个是对于测评者来说最幸福的一件事。反过来说，我们也希望2018是未来10年最差的一年，到2019甚至以后推出更牛逼、完成度更高的产品，比如说彻底隐藏的，不是什么挖孔了，隐藏的前置摄像头，还有什么更完善的系统啊，更牛逼的黑科技，都让我们来体验一下。还有就是看谁第一上5G。OK， 本期2018小白测评年度各价位机型的推荐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本期视频呢，我们也送出一台手机作为我们的新年礼物，我们将会送出一台黑鲨的 Hilo， 一个专门的游戏手机。今年也可以说是游戏手机的一个小元年啊，各家突破都非常大。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转发本期视频的置顶微博，我们将会随机抽取一位小伙伴送出这个黑鲨 Hilo。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在那和你聊天的。本期视频出现的所有的推荐机型，基本上我们已经全部为它做了详细的视频，你看上了都可以去翻看。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2019再见，拜拜。点赞打赏投硬币，谢谢。